今天我们来聊聊一场险些引爆中日战争的惊险事件。2025年12月初，在西太平洋的天空，中国与日本的战机发生了一次前所未见的对峙。短短数十分钟内，双方从日常巡航演训几乎升高到擦枪走火的边缘。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的歼15战斗机以火控雷达锁定日本航空自卫队 F-15战机，日本自卫队紧急应对反制，双方一度剑拔弩张，所幸没有一枚飞弹射出。但就在雷达蜂鸣声刺破长空的那一刻，战争倒数仿佛只剩1秒，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局面？我们将深入解析这次惊心动魄的空中对峙背后隐藏的战略博弈，以及它为什么被形容为只差一步就可能开战。首先，我们还原现场。事情发生在12月6日的下午，地点在冲绳本岛东南方公海上空，也就是日本与台湾之间的广阔海域，临近第一岛链的要冲宫古海峡附近。当天清晨，中国海军的辽宁号航母编队通过宫古海峡，从东海进入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对日本而言，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近年来，解放军的航母和轰炸机经常出第一岛链训练，日本自卫队早已见怪不怪。然而，这次的气氛明显不同寻常。日本自卫队紧盯着辽宁舰动向，自卫队的 P-1 反潜巡逻机在远方监视，海上自卫队也派出了最新锐的兆月号护卫舰跟踪搜集情报。此外，航空自卫队更是迅速让 F-15战机紧急升空，执行所谓的防空识别任务。简单说，日本出动战机升空拦截，目的是在自家领空附近绕飞，对中国军机发出警戒信号，我在这里盯着你，你不要越界。当日下午4点32分，惊险的一刻出现了。一架从辽宁号起飞的歼15舰载战机突然以火控雷达锁定了正在附近巡航的日本航空自卫队 F-15战斗机。所谓火控雷达锁定，指的是战机将雷达从广域搜索模式切换到精确瞄准模式，持续照射并跟踪目标的一举一动。这动作就像是将上膛的手枪直接瞄准对方面门一样，意味着武器系统已进入攻击前的最后准备阶段。驾驶那架 F-15战机的日本飞行员座舱内，警报器立刻尖叫响起，雷达警告接收器亮起刺眼的提示灯，他被别人的雷达牢牢咬住了。试想一下，这对飞行员而言无疑是神经瞬间绷紧的高危时刻，因为下一步对方就很可能扣下扳机发射飞弹。日本防卫省事后形容，中国战机的这次雷达照射完全超出了安全飞行所需的范围，是极度危险的敌对行为。被锁定的 F-15会怎么反应？在那千钧一发的瞬间，日机飞行员立刻根据训练做出动作。他一方面迅速向上级通报遭雷达瞄准的紧急情况，一方面必须判断是否脱离现场或进行反制。据退役飞官分析，当飞行员察觉被火控雷达锁定，通常有2种选择：其一，为避免局势升级，立即改变航向，拉开距离，脱离锁定范围；其二，则是在上级指示下继续坚持原定监视任务，同时密切监控对方，甚至准备相应的反制措施。可以想见，当时日本飞行员大脑飞速运转，冷汗可能都渗出额角。他必须保持镇定，双手紧握操纵杆，一边听候指挥，一边不动声色地做好战斗准备。如果上级一声令下，他可能会立刻采取更强硬的动作，比如启动自机的火控雷达反锁定对方，或者进行战术机动来摆脱可能的来袭飞弹。甚至可以说，当时双方便已经处于准交战状态，双方飞行员的手指都已经随时准备扣下扳机。然而，日本自卫队飞行员是高度训练有素的专业军人，不会轻举妄动。空战交战规则早已定明，除非获得上级明确授权，否则飞行员不可以随意对目标上锁火控，更不能擅自开火。原因很简单，一旦锁定或开火，就等于正式进入交战，这绝非等闲小事。这次日本 F-15被歼15锁定时，日方飞行员并没有贸然回击，他迅速判断局势后，当下选择了脱离，先行脱离对峙空域，以免事态失控。同时，他将所有相关情报和雷达参数上报，后续由地面指挥官决定下一步行动。这个冷静克制的决定，很可能避免了一场空中冲突的爆发。
可以说，日本自卫队的第一反应不是拔剑相向，而是稳住阵脚，避免擦枪走火，这体现了专业军人的纪律和战略定力。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因为中方战机的挑衅行为并没有停止，日本也不可能就此放弃监视。就在第一架自卫队 F-15 脱离后不久，日方显然派出了第二架 F-15 战机前往接替监控任务，以确保持续对辽宁舰编队的行动进行警戒。中国歼15似乎早有准备，或者说抱着既然你来了，我还会再锁一次的态度。傍晚6点37分左右，类似的惊险一幕再度上演。这一次，中国战机又一次开启火控雷达，锁定了第二架日本 F-15， 并且这次照射的时间更长，更具压迫性。自卫队记录显示，从下午6点37分一直持续到约7点08分。在这将近30多分钟的时间里，中国歼15对日机进行了间歇性的雷达锁定。30分钟是个什么概念？几乎相当于两架战机从日落到夜幕一直互相对峙着。有日本媒体形容，这简直是给自卫队飞行员施加了一次死亡凝视。对方的雷达波时不时刺向你，就像猫系老鼠一般紧紧咬住，让人神经紧绷到极点。虽然说是间歇照射，但想必在这半小时内，自卫队飞行员的座舱警报声此起彼伏，每响一下都在挑战他的心理极限。那这段漫长的对峙中，日本飞行员的紧急反击行动是什么呢？可以确定的是，他依然没有开火，因为一旦开火，今天我们讨论的就是另一个剧本了。然而，可以推测，在被锁定持续威胁的情况下，自卫队战机不可能毫无作为地任凭对方玩弄。所谓紧急反制，并不一定只发射武器，更可能是各种战术应对。例如，日本飞行员极可能在获准后启动自身雷达的捕捉模式，对中方战机进行反锁定，以牙还牙地告诉对手，你瞄准我，我也同样锁定你，只要你胆敢发射，我的飞弹也绝不客气。这种相互锁定的场面，等于双方都把对方置于瞄准镜之下，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同归于尽。此外，飞行员还可以准备好各种规避动作和电子反制措施，例如一旦发现对方飞弹离轨，就立刻猛推油门机动躲避，并释放热焰弹诱饵或者电子干扰来破坏飞弹锁定。在极度紧张的半小时里，日机飞行员大概时刻手握控制杆，眼睛盯紧雷达显示器，不断在心中默背着应对流程。雷达一旦显示飞弹发射，立刻急转脱离并释放干扰。可以说，这半个多小时双方斗智斗胆，比任何空战电影都更惊心动魄。只要其中一方判断失误或者神经崩溃，在某一秒扣下扳机，接下来迎接东海上空的就将是导弹呼啸与战火硝烟。值得庆幸的是，最终这场高风险的对峙以无人受伤、无装备损伤告终。日本防卫省事后证实，两架遭雷达照射的 F-15 战机及其飞行员均安然无恙，并没有发生实质交火。中方的歼15战机在进行数次挑衅性的照射后，也没有真的发射任何武器，双方都刻意踩住了刹车，在濒临临界点时收手了一步。从结果来看，没有人按下红色发射钮，这场危机暂时平息，但这并不代表事情就此结束。事实上，当天夜里和次日，中日双方在外交和舆论场上展开了一连串激烈交锋，可以说战斗从空中转到了台面下。我们接下来看看双方的反应。事件发生后仅仅几个小时，日本方面就采取了异乎寻常的紧急行动。12月7日凌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亲自在半夜召开了记者会，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危险事件。日本政府如此火速而高调地披露解放军战机雷达锁定自卫队飞机的消息，实属罕见。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神情严峻地表示，这种火控雷达照射行为超出航空器安全飞行所需范围，极其危险且难以接受。我们对发生这样的事件深感遗憾，已经透过外交管道向中方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他还强调，日本方面严正要求中方保证此类危险举动不得再次发生。日本防卫省同时也公布了详细的事发经过，包括第一次雷达锁定发生的时间和第二次，以及说明两次遭锁定的是两架不同的 F-15 战机，以此证明日方在第一架被锁后
又派出另一架接替任务。防卫省官员还不忘安慰公众，称所幸事件未造成任何人员机体损害。这些细节的披露，一方面显示日方坦陈事件严重性，另一方面也是在营造国际舆论，将压力指向中国。日本的强烈反应不止于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当天也出面发声，严厉谴责中国军机的危险举动。高市早苗明确表示，这种雷达照射行为完全超出了安全飞行必要的范围，非常危险且令人无法容忍。发生这种事件，我们感到极度遗憾，我们已经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严正要求绝不能再次发生。他进一步强调，日本政府将冷静且果断地采取应对措施。他下令自卫队今后密切监视中国军队在日本周边水域和空域的所有活动，并采取一切可能手段，确保日本的警戒监视任务能有效进行。首相的这番话等于向国人承诺，面对挑衅，日本不会退缩，但也会谨慎行事，不被轻易激怒。同时，这也是在向国际社会宣示日本的立场，争取同情和支持。可以说，日本领导层统一了口径，迅速把此次事件定性为中方的蓄意挑衅，并展示出强硬但克制的态度。外交层面，日本也行动频频。7日当天凌晨到白天，日本政府多路出击向中方表达抗议。日本外务省亚太局长立即约见中国驻日大使馆的高级官员提出交涉。同时，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也在北京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严正交涉照会。到了12月8日，日本更进一步召见了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到外务省进行当面抗议。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公开表示，中国主张自卫队 F-15 战机严重阻碍解放军飞行的说法并不属实，强调日方战机始终保持在安全距离执行任务，没有干扰中方。木原忍痛斥中方此次行为是极度危险的挑衅，日方已经强烈抗议，并要求中方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他甚至用上了非常不客气的措辞，直言中国是在倒打一耙，颠倒黑白。日本政府这种连珠炮式的外交行动与指责，凸显出此次事件在日本眼中是多么严重，严重到必须不惜进一步恶化双边关系，也要立即向中方划下红线。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方面的立场。面对日本接二连三的公开谴责和抗议，北京当然不会沉默。中国国防部和外交部很快做出了强硬回应，采取的是以攻为守的姿态，把矛头倒指向日本。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小刚在事件曝光当日就表态说，辽宁号航母编队此次在宫古海峡以东海域进行远海训练，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却对中方的正当行动进行恶意跟踪滋扰，多次派军机闯入中方划定的演习区域进行干扰，然后日方事后还反过来指责中方正常操作。张小刚以一句中国成语怒批日方是贼喊捉贼，倒打一耙。他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认为是日方在无理挑衅，误导舆论。这番措辞火药味十足，等于把责任全部推给日本。在中方描述的剧本里，日本才是主动来滋事的那一方，而中方只是被逼反制。中国方面进一步敦促日方认清形势，反思纠错，要求日本彻底放弃不轨图谋，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言下之意，中国认为日本近来的种种军事动向都充满敌意，中方忍耐已到极限，如果日本执迷不悟，后果自负。北京透过国防部这番声明，既是在进行舆论上的反击，同时也是在对日本进行警告。除了国防部发言外，中国外交系统也提高了应对层级。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在7日出面代表中方进行对日抗议，只是这抗议的方向恰恰相反。吴江浩跑到日本外务省，对日本政府严正交涉和抗议所谓日方军机抵近干扰中方演训的行为。他声称日本不顾中国方面事前通报的演习警示，多次派自卫队飞机贴近中国海军训练的海空域骚扰，严重影响了中方正常训练，并危及飞行安全。然后他也指责日本倒打一耙，向外界发布与事实完全不符的信息，炒作误导舆论，称日方的做法极不负责任。吴大使最后要求日本停止污蔑抹黑中方，并严格约束一线行动人员，
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在这番表态中，中国同样将自身摆在了受害者的位置上，认为是日本飞机过度靠近挑衅在先，中方才被迫反应。北京的态度可以总结为一句话：这都是你们日本逼我的。对于日方的抗议，中国不仅全部驳回，还反过来要求日方道歉与改正。这种针锋相对的外交姿态，使得整起事件不仅没有平息，反而让本就紧张的中日关系更加雪上加霜。现在，让我们站在客观的角度，分析这次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为何中日在此刻上演如此惊险的一幕？这恐怕不是偶然巧合，而是多年累积的紧张在此刻的一次火山爆发。首先，要理解这次对峙发生的地缘位置：宫古海峡与冲绳南方空域，这对中国和日本都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宫古海峡是第一岛链中少数几个宽阔的国际水道之一，中国海军如果想从近海进入太平洋，必须通过这里。因此，对解放军而言，宫古海峡就是自己的海上生命线之一。然而，这条生命线恰恰在日本家门口，毗邻琉球群岛和台湾。日本对中国舰机频繁通过此处，早就心存戒备，视其为对自身安全的潜在威胁。换句话说，宫古海峡既是中国走向深蓝海洋的门户，也是日本用来监视中国、封锁中国的一道门槛。如此重要的战略通道，自然成了中日角力的前线。接下来看时间点，事件发生在2025年年底，这段时间中日关系已经处于高度紧绷状态，可以说只差导火索就可能引燃摩擦。日本的新政府在首相高市早苗领导下，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对中政策，特别是高市首相上任后不久，公然在国会答询中提到台湾有事等同日本有事，这类敏感议题触碰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经。北京对此大为恼火，接连在外交场合发出严厉警告，并对日本祭出了某些经济报复措施，例如缩减中国公民赴日旅游等等。可以说，在这之前几个月，中日双方已经你来我往的较劲多次，气氛相当火爆。中国视日本为美国在亚太遏制中国的急先锋，而日本则视中国为对区域安全的重大威胁，两国互信跌至谷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军事上的对峙几乎是迟早的事。只不过，许多人原以为第一枪可能在台海或钓鱼岛、尖阁诸岛方向，没想到竟提前在冲绳南方的天空响起警报。另一个关键背景是军事部署和战略博弈。日本近年大幅调整防卫战略，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这令中国极为不满且焦躁。试想，在中国的视角里，日本正在把一枚枚针对解放军的飞弹部署到家门口的岛链上，岂能不引发反弹？事实上，日本防卫省近来动作频频，在九州西岸的马毛岛以及冲绳县最西南端的与那国岛、宫古岛、石垣岛等地，都加紧部署最新型的反舰导弹和地对空导弹系统。有消息指，日本将在这些岛屿上布设12式岸对舰飞弹以及03式中程防空飞弹等先进武器，其覆盖射程从200公里到上千公里不等。换言之，一条针对中国的飞弹封锁线正在第一岛链隐隐成型。从与那国岛上发射的反舰飞弹，甚至可以威胁到台湾海峡出没的中国舰艇。从宫古岛和石垣岛上的防空飞弹阵地，也足以封锁宫古海峡上空。对解放军而言，这种态势无疑带来强烈的压迫感。自己若要通过宫古海峡，一举一动都在对方导弹瞄准境内，仿佛脖子上套了个枷锁。正如那位退役少将厉正杰所言，对解放军而言，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这次歼15雷达锁定事件，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对日本咄咄逼人、军备部署的一次强硬回应。辽宁号特意选择正面穿越宫古海峡，带着歼15大摇大摆进入西太平洋，显然是在向日本秀肌肉，表达对抗意志。而当日本 F-15战机升空靠近监视时，中方飞行员索性动用了最危险的招数，开启火控雷达锁敌，以此作为报复与警告。这一连串行为传递出的信息是明确的：你的威吓我照单全收，现在我也以牙还牙，你敢封锁我就敢开火，看谁先退让。这句无形的宣言透过雷达波在高空中无声的传递，
当事人厉正杰将军形容当时态势只差一步就可能失控。那一步是什么？无非就是一颗飞弹是否出膛。如果当时任何一方心态失衡，按下发射钮，那就是战争的开端。而双方都心知肚明，真要打起来，后果将不可收拾。回顾历史，其实类似的雷达锁定危机并非第一次出现。在中日关系中，最著名的前例发生在2013年1月，当时一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护卫舰在东海公海上用射击控制雷达锁定了一艘海上自卫队护卫舰。那次事件被日本公布后，也引起了国际哗然。日本政府强烈抗议，中国方面最初矢口否认，后来又声称可能是现场指挥官的擅自行为。总之，2013年的舰艇雷达照射事件曾令两国防务关系一度十分紧张，所幸最终双方通过外交手段降温，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但也正因为那次风波，之后多年里中日双方在海空交锋中都比较克制，至少没有再爆出火控雷达锁定这样踩红线的举动。然而时隔12年，历史几乎重演，只不过主角从军舰换成了战机，地点从海上转到了空中。这显示出随着时间推移，中日军事摩擦的烈度又在升高，之前的红线如今似乎又被刻意跨越，这非常令人担忧。世界其他地区也曾发生过雷达锁定引发的危机，例如在冷战时期，美苏军机军舰之间经常上演类似的惊险动作，彼此用雷达锁定对方试探底线。通常这类行为都被视为极不负责任的挑衅，因为它很容易导致误判，一方可能误以为对方已要开火，从而提前开火自卫，结果导致冲突爆发。历史上不乏小事件引发大战争的例子，一颗火星即可燎原。在现代高科技武器环境下，这颗火星可能只是一道雷达波，1秒之间就可能决定和平还是战争，没有夸张。这就是今日技术军备密集接触的危险现实。谈到雷达锁定本身，有必要科普一下，为什么雷达锁定这么敏感？现代空战中，战斗机通常装备多模式雷达，在一般巡航监视时使用搜索模式，对广大空域进行扫描，发现目标后，若不想惊动对方，可以靠被动手段或远距离尾随，但若要进入攻击程序，飞行员就会切换到 STT 单目标追踪模式，也就是火控模式，用窄波束紧盯住目标测算射击解算数据。这时被瞄准的飞机可就立刻感知到了它机上的雷达警告，接收器会告诉飞行员，糟糕，你被人映照了。从技术上讲，这意味着对方飞弹的射控解算已完成，只差点头发令就能发射。锁定可以说就是把刀出鞘，上膛瞄准，下一步就是扣扳机。所以不管在哪国空军，锁定动作通常有严格授权。正如台湾退役空军上校黄阳德所说，未经长官命令，飞行员不会轻易去锁定对方，因为锁定后，下一阶段就是发射。同样的，被锁定的一方也绝不会掉以轻心。由于无法预知对方接下来会不会真的开火，被锁定方往往进入高度戒备，准备随时反制。而双方在这种剑拔弩张下僵持，极容易一触即发，稍有意外就擦枪走火。这也是为何国际间将火控雷达照射视为极不友善乃至敌对的行为。各国军机军舰虽然常有对峙，但通常都避免用这种方式挑衅，因为太危险。中方这次破例使用，凸显局势之紧张。那有人可能会问，中国飞行员难道就不担心暴露自己的雷达参数吗？毕竟长时间锁定对方，等于把自家战机雷达的频率、波形等技术参数统统送到对方仪器上去了。其实经验丰富的军事迷应该知道，各国军机在电子战领域都很谨慎，平时训练通常使用训练频率，以防核心参数被侦测。然而这次歼15如此长时间的照射自卫队战机，的确给了日方一个搜集电子情报的良机。日本 F-15上的 RWR 若具备记忆功能，或者他们有半飞的电子情报机，其实完全可以将歼15雷达信号录下来，带回去研究分析。可以设想，日本的情报人员当晚肯定忙着分析那段半小时的雷达数据，来了解中方舰载机雷达的性能特征。也正因如此，专家说雷达锁定是双面刃，挑衅对手的同时，
也可能让对手摸清你的家底，所以一般没有必要，各国不轻易用战时模式频率锁别人。然而中方这次依然选择这么做，显然是权衡过炫耀武力的效果大于潜在信息泄露的风险，或者换句话说，中国飞行员用一套非最先进的参数来达成了战术威慑，可能他们使用的就是平时训练波段，就算被录取，真打起来也可以切换别的频率。不论如何，这也从侧面说明中方这次早有准备，而不是一时冲动。综合种种迹象，无论日本媒体称之为中国的高度敌意挑衅，还是中国官媒渲染成日本的蓄意滋扰逼反击，这起事件都不是一场意外，它更像是中日在亚太博弈中一次蓄势已久的正面碰撞。虽然没有开火，但其政治和军事意义深远。这次惊险对峙给双方和周边国家都敲响了警钟，东亚局势已经走到了多么危险的十字路口，一旦中日擦枪走火，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别忘了，日本是美国的同盟国，日美安保条约明定对日攻击等同对美攻击。假如那天真有飞弹击落了一架战机，事态很可能以几何级数恶化，日本将被迫军事反制，中国也绝不会退缩，美国更可能卷入，从一架战机到整个舰队，再到各自本土基地，甚至牵动台海、东海的其他争端，最终演变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军事冲突，都不是不可能的。这绝非耸人听闻。历史上一战前夕，各国也是在局部不断试探，结果某个不起眼的事件点燃了世界大战。21世纪的今天，中日这样的军事强国若爆发冲突，后果更将难以估量。好在这次危机后，双方都没有进一步升高军事行动，各自把战场转回了外交和舆论上。日本在国内外媒体上博取了不少同情分，证明了自己冷静自制但绝不退让的形象。中国则透过强硬表态向国内展示了不被日本吓倒，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强硬姿态，同时也希望震慑日本不要再靠近自己演习。双方各说各话，场面一度僵持，但事件也促使一些缓和努力出现的可能。有人呼吁中日之间应建立紧急通讯机制和行为准则，避免一线人员误判。例如早在2018年，中日其实签署过一个海空联络机制协议，旨在防止海空意外冲突。不过此类机制毕竟只是软约束，真实行动中还是要靠双方克制。这次事件再次凸显建立信任措施的重要性，不然的话，只要双方便在公海公空相遇，就有可能再爆发类似危机，下次可未必每次都有惊无险了。最后，我们不妨展望一下未来的走向，这起差一秒开战的惊魂事件会如何影响中日关系和区域安全？许多分析认为，短期内日本势必更加强化戒备，对解放军的任何接近行为都提高警觉并快速反应。同时，日本可能加速部署远程打击武器及预警监视系统，以便在下一次遇到类似挑衅时有更多底气。换言之，中国的强硬反而会催促日本军事现代化脚步更快。日本国内民意方面，这次风波也可能激发更高的危机意识，支持政府强硬立场。事实上，日本媒体的民调显示，高市首相最近因对中国强硬而支持率不降反升，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赞成政府在台海有事问题上明确表态，不向中国示弱。这透露出一个信号，中国的高压反应非但没吓倒日本，反而令日本社会更趋团结强硬。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太可能因日本的抗议就后退，北京很可能认为这次行动有效展示了决心，未来或许还会在合适时机采取类似高压手段试探。毕竟在中国看来，日本近年的军事扩张是在压缩中国的安全纵深，不给点颜色瞧瞧，日本不会收敛。因此，我们也许会看到中方在不同场合继续突破过去的禁忌，这可能意味着将来中国军机、军舰与日方的对峙中再出现火控、雷达锁定、超近距离逼近等险情，恐怕都不能算意外了。说到这里，不禁令人感慨，和平何其脆弱，竟取决于短短1秒的抉择。中日之间有着深刻且复杂的历史恩怨和现实矛盾，双方都在不断提升军力并强化同盟。在这种情况下，一起小小的空中意外都可能成为压垮驼兽的最后一根稻草。回顾这次事件，
双方都还算保持了理智底线，没有铸成大错。然而，我们不得不问，下一次呢？下一次，双方还能否如此幸运地踩刹车？或许更重要的是，双方能否在下一次危机前找到避免危机的方法？目前看来，中日都没有退让的迹象，区域紧张局势恐将持续甚至加剧。也许在某个深夜，雷达警报再次划破长空时，我们只能寄望飞行员们依旧保持冷血与克制。毕竟，那决定生死存亡的一秒，握在他们手里，也与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息息相关。我们但愿理性最终能战胜冲动，愿意看到双方都从这次差一秒开战中汲取教训，在热战爆发前寻回一点沟通与妥协的空间。然而，在真正的改善出现之前，东亚的天空仍将阴云密布，危机四伏。我们只有密切关注，祈愿和平，不希望哪天惊悚的标题成为现实，因为那将不仅仅是中日两国的不幸，更是整个世界的灾难。总而言之，歼15雷达锁定日本 F-15事件提醒我们，战争有时真的只差一秒，一方的雷达锁定和另一方的紧急反制，像极了火药桶边游走的火星。未来，中日双方都需要在强硬与克制间拿捏分寸，毕竟没有谁真正想挑起一场无可挽回的冲突，但谁都想在博弈中占得上风。这场惊险对峙会载入史册，成为军事教科书中研究危机管控的典型案例。同时，它更是对当下局势的一记警钟。唯有对话和建立互信机制，才能让子弹永远留在枪膛里，让雷达的锁定不再变成导弹的锁定。我们将持续观察这场大国角力的走向，希望下次出现在新闻头条的不再是差一秒开战的惊魂记，而是双方在惊涛骇浪中找到避免冲突的新思路。天下安危，系于一念。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